龙太子捧着龙蛋来到青丘选妃，谁能孵化出龙蛋，谁就是当初为孤解毒诞下龙蛋之人。从今往后便是尊贵的太子妃。可我和2位庶妹却惊恐地齐齐后退，只因在第一世，我的一妹小八蛇抢过蛋，声称是她诞下了龙蛋，她用妖力温养龙蛋100年，龙蛋却毫无动静。龙太子耐心耗尽，把它剥皮抽筋。第二世，血统纯正的庶妹白狐接过那枚龙蛋，寻遍灵药来布下温养阵法。可龙蛋依旧如顽石，龙太子的失望化作雷霆之怒，将他剖心炼丹。第三世，他们指向我这只清秋万年难遇的九尾天狐。我小心翼翼接过龙蛋，按龙族秘法用心头血滋养1000年，可龙蛋依旧如故。龙太子恼羞成怒，将我打入18层地狱，受尽折磨，魂飞魄散。如今最后一世，龙太子又抱着龙蛋又找上门，看着我们3个齐齐后退，皆说自己非龙蛋之母。龙太子冷笑一声，拿出当晚门口的乾坤镜。当晚进过我房间的只有你们3个。我们3个面面相觑，看着面前金光闪闪的龙蛋。龙蛋不同于别的东西，必须亲生母亲才能孵化出来。可前面3世，我们3个都尝试过了，龙蛋并不认我们。小八蛇阿宁缩着脖子战战兢兢，是不是弄错了？或许龙蛋的母亲并非我们3人中的任何一个。龙太子紧蹙眉头，面色不悦，拿出乾坤镜。乾坤镜在此。那晚我身中魅毒，房门之上记录的清清楚楚，进出我房间的只有你们3个，龙蛋之母必是你们其中之一。说着抱着龙蛋朝我们一步步靠近。要不你们抱抱，指不定龙蛋会认母有反应呢。最爱慕虚荣的小八蛇阿宁连连后退。我先天宫寒，土一说终身难以有约。庶妹涟漪连连摆手。我平生最爱美，也最怕疼，此生不会生孩子。龙太子走到我面前，浅月，你我自幼一起长大，你平生所愿不就是嫁与我为妻吗？那晚定是你不忍见我受苦，主动为我解毒，你怎忍心看我们的孩子夭折于蛋中？只要孩子顺利孵化，我立刻昭告四海，封你为太子妃。前世听到他的表白，我心动不已，何况那晚我的确进了房间，也确实与他有了肌肤之亲。天明时分，我仓促间诞下了一颗蛋，来不及细看，匆匆离开。所以前世我满怀信心接过龙蛋，为了龙蛋尽快孵化，我甚至损坏本源，按照东海龙族秘法，日日以心头血灌溉。可整整1000年，超过了龙族史上最长的孵化记录，龙蛋还是没有任何动静。流言四起，都说我诞下的是颗死蛋，让龙太子蒙受奇耻大辱。敖玉恼羞成怒，亲手拔了我的灵根，将我扔进18层地狱，受尽折磨，魂飞魄散。你不是龙蛋的母亲，你不是，你竟敢欺瞒我！重生归来，我依旧想不通。若我不是，那夜究竟发生了什么？龙蛋的生母到底是谁？我没有伸手去碰那颗蛋，只是抬眼看向他。敖玉，有没有可能你在别处与旁人亲热，只是你忘了？敖玉斩钉截铁，绝无可能。那晚之后，我再未接近任何女子。浅月，你为何一再推脱？见我们3个都不肯认，龙太子耐心耗尽，他周身龙气翻涌，转眼将我们移到一座孤岛。四周是茫茫无际的汪洋大海，隔绝了所有退路。既然你们都想不起来，那我就帮你们好好回忆，给你们10日时间，想清楚谁才是龙蛋真正的母亲。若10日后仍无答案，我便水漫青丘，让整个狐族为我的孩儿陪葬。我们3个面面相觑，唉声叹气。最终阿宁打破沉默，试试就试试，万一这一次不一样呢？说完，他化成8蛇原形，小心翼翼缠绕上龙蛋，可龙蛋毫无反应。阿宁挫败的缩回，变回人形。没有，他根本不认我。庶妹深吸一口气，吐出一颗氤氲着白光的狐族内丹，缓缓悬浮于龙蛋之上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内丹的光芒渐渐暗淡，龙蛋依旧如同顽石。两人齐齐看向我，眼神复杂。我走上前，咬牙斩断一根狐尾，精血滴落龙蛋上。一直毫无动静的龙蛋，竟然泛起一层微弱的光晕。庶妹惊呼：“你才是龙蛋之母！”可我苦笑不已。我若是那前世孵化上千年，为何孵不出来？阿宁打了个冷战，也是，我可偷偷去看过，你被一次次赶上刀山，身上没有一块好肉。庶妹声音发颤，我看到你被一次次扔进油锅，外焦里嫩。阿宁吓得哭起来。怎么办？只有10天，否则整个青丘都要被淹了。我紧咬牙关，压下心中的恐惧。不能坐以待毙，我们必须找出那天晚上房间里到底还有谁。阿宁从兜里掏出一个哨子，放在嘴边吹响。没过多久，一个小小的精卫鸟穿越重洋来到我们面前。小精卫，快告诉我们，敖玉中毒那晚，你在他屋前大树上看到了什么？精卫鸟在空中盘旋，眼前逐渐显现出当晚的画面。首先是阿宁扶着醉醺醺的敖玉推开房门走进去，阿宁跳起来。我只是扶他进去，屋里没人，我就想顺手摸点东海的灵石修炼。不到1炷香时间，阿宁鬼鬼祟祟跑出来。不一会，庶妹端着一碗醒酒汤，袅袅婷婷走进去。这次时间长得多，差不多1个时辰。庶妹脸色通红，着急辩解：我进去的时候，他吐了我一身，
我只好在他房内清洗干净，把衣服烘干才出来。树妹走后不久，我拎着一盏花灯推门而入。那晚我们原本约好去人间看灯的，谁知刚进去就被他扯到榻上，天快亮时我才衣衫不整跑出来。这之后再无人进出，天色大亮，敖玉一脸疲惫抱着龙蛋走出来，空气死一般寂静。阿宁和树妹的目光齐刷刷落在我身上。阿宁下结论道：浅月，看来看去，怎么看龙蛋都是你生的。树妹疑惑不解，可如果是姐姐，为什么孵化1000年孵不出来？我思索一番，既然是龙蛋，那就关乎龙族前途命运，自然只能去龙族找答案。我摸了摸胸前，那里藏着一片龙鳞，是敖玉此前送我的礼物。我抱着龙蛋纵身跳入海中，海水一分为二，露出通往东海的大道。没走多远，遇到一队巡逻的虾兵蟹将，他们见到我，齐刷刷跪倒在地。以前我常随敖玉来东海，但毕竟名分未定，这些水族见我最多行礼问好。我继续往前走，凶悍的鲨鱼见我都瑟瑟发抖。我终于忍不住拦住一个鲤鱼大婶询问：大婶，为何你们看起来很怕我？他头都不敢抬，指着我怀中的龙蛋战战兢兢。里面有金龙气息。东海自古只有金龙可以称王，敖玉是这一代唯一的金龙，那这颗蛋毋庸置疑是他的孩子。他又口口声声说只碰过那晚的人，而那晚在房里待到天亮的只有我。可为什么我就是孵化不出龙蛋？找到敖玉时，他正在沐浴，看到我后，他动作迅速扯过池边挂着的布巾遮住身体。你怎么这时候来了？可是想清楚，愿意承认你就是龙蛋之母。看着眼前熟悉的面庞，我无论如何想不明白，他前世为何会如此残忍对我。我悄悄捻动一个狐族秘法，探向敖玉，收回来的气息和曾经的他一模一样，确实是敖玉本人，不是什么替身。我垂下眼眸，看着怀中的龙蛋，问出心底的疑问：敖玉，这颗龙蛋当真是那晚你我的孩子？敖玉向我走来的脚步机不可查，顿了一下。当然，他身上流着尊贵的龙血，将会是东海未来的继承者。他避重就轻，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。我不死心，进一步逼问：这龙蛋真的是我生的吗？敖玉闻言摇头笑了笑，宠溺地刮了一下我的鼻子。小傻瓜，你自己生没生过孩子，难道自己不知道吗？还没等我再问，他突然张开双臂，将我紧紧抱进怀中。浅月，别胡思乱想，我的孩子自然只有你一个母亲，我东海龙宫太子妃的位置也永远只为你留着。他的怀抱曾是我梦寐以求的港湾，此刻却让我觉得不寒而栗。敖玉还在继续劝说：你找个安静的地方，安心孵化我们的孩子，等他破壳而出，我立刻昭告四海，迎你为妃，我们再也不分开。拒绝的话堵在喉咙，我无法直接撕破脸，答应的言辞更无法说。前世地狱的惨状历历在目，进退两难。我死死盯着面前的龙蛋，这颗龙蛋的确对我有反应，难道前世是我的孵化方法不对？不可能啊，孵化秘法是嫁到东海的姐姐亲口告诉我的，我们一母同胞，她不可能害我。心神恍惚之际，鼻间萦绕起一股极其特殊若有若无的香气，我下意识蹙了蹙鼻子。敖玉身体一僵，随即指着窗边开得正好的红色莲花：你是不是闻到它的味道了？就知道你狗鼻子真灵。听说你喜欢红莲，这是我特意命人采来的。可我心中疑惑并未解除，一个猜想渐渐浮上心头，若是真如我所想，那太可怕了。敖玉见我不说话，有点焦躁地将龙蛋重新放回我怀中。浅月，我们的孩子就交给你了，东海需要继承人，我也迫不及待想见到他，你要尽快。我抱着龙蛋，心事重重离开敖玉的宫殿，不知不觉竟走到姐姐住处外面。本想再问问她龙蛋孵化的秘法，守门的棒女却拦住我。她说姐姐近日在闭关，不见任何人，来东海一趟，并未完全解开我心头的疑惑。想到那个猜想，心中更沉重几分。我抱着龙蛋又一次回到孤岛，焦急等待的阿宁和树妹冲了上来。怎么样，找到谁才是龙蛋之母没？见我摇头，阿宁一屁股瘫坐在沙滩上，眼泪扑簌簌掉下来。怎么办？要不让精卫鸟去通知青丘子民，赶紧逃！树妹也一脸绝望。能逃到哪里去？龙族掌管天下水脉，敖玉一道令谕，四海龙王谁敢给我们一滴水？到时候不用水淹，可也渴死了。两人垂头丧气，我轻轻抚摸着龙蛋道：躲不过就不躲了，这颗蛋我来孵。阿宁第一个跳起来，抓着我的肩膀摇晃。浅月，你疯了！你忘了18层地狱的折磨，忘了魂飞魄散的痛苦了吗？树妹也着急地拉着我的手，浑身颤抖。我们都已经试过了，这颗蛋根本孵化不出来，前方是死路。我摇头苦笑。敖玉已经认定我们3个中必有一个是龙蛋之母，而这颗蛋只对我有反应，无论如何我都是那个被选中的人，逃不掉的。树妹动作一顿，盯着我的眼睛。浅月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阿宁也凑过来，眼巴巴看着我。你是知道龙蛋之母是谁了吗？快告诉我们，要死也要死个明白。可我再次摇头，那些只是我自己的猜想，现在说出来，万一打草惊蛇，等待我们的将是万劫不复，我们和整个青丘都承担不起。说完，我径直给敖玉发去一个传音符，帮我找一个无人打扰的地方，我要静心孵化龙蛋。等待回音的时间，阿宁忧心忡忡凑过来。要不还是我去吧，
反正我皮糙肉厚，大不了就是剥皮抽筋，疼一阵子就过去了，总比你去18层地狱受那永无止境的折磨强。小八蛇前面30没少给我使绊子，我常骂他小白眼狼，没想到生死关头，他竟然愿意为我去死。树妹也扯了扯我的衣袖，你若执意要去，我愿把内丹给你，助你一臂之力。我心中感动，紧紧抱了抱他们。你们若是真心想帮我，就和龙族一起帮我守好洞口。两人见我意已决，只能红着眼重重点头。第二天，敖玉声势浩大，把我和龙蛋送进东海上古洞穴。敖玉站在洞口，深深看了我一眼。此地乃我龙族密洞，结界牢固，可保你与孩儿不受打扰。我给你100年时间，你安心孵化我们的孩儿。我迎着他的目光，不必100年，只需10日便可。众人虽然惊愕，但此前东海也有短时间孵化成功的先例。转眼10天过去，洞穴外挤满了整个东海的子民。敖玉竟然还请了天宫朱雀上神前来观礼。众人都伸长脖子等着洞门打开，想看看我究竟孵化出什么样的龙子。只有阿宁和树妹心里七上八下。你说浅月这次能孵化出龙蛋吗？若是浅月没有孵化出龙子，怎么办？两人心里都没答案，只能焦灼地看着洞口。在众人的翘首期盼中，结界散去，洞门缓缓打开。万众瞩目中，我一步步走出来，手中捧着布满蛛网裂痕的龙蛋。阿宁第一个冲上来，眼睛死死盯着蛋壳上的裂缝。浅月，你真的孵化成功了！树妹惊疑不定，看着我苍白的脸，压低了声音：才10日，你到底用了什么方法？难道你真的是龙蛋之母？他们眼中的惊喜对上我波澜不惊的眼神，瞬间凝固。浅月，你怎么了？孵化成功是天大的喜事，你怎么一点不开心？我心中震动，心中的猜测很快就会得到印证。我用只有我们3人能听到的声音：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，都不要惊慌，更不要为我强出头，保护好自己。树妹还想追问，敖玉却冲过来：浅月，你真的是龙蛋生母，我们的孩子就要问世了。敖玉脸上是不加掩饰的狂喜，他从我怀中抢过那枚充满裂缝的龙蛋，周围人群围拢过来，议论声此起彼伏。天啊，真的裂了！才10天，里面的龙子定然天赋异禀，非同凡响，定然是像太子殿下一般的五爪金龙。天佑我东海啊！连端坐上方神色威严的龙王，此刻也抚须露出罕见的笑容。好啊，若今日破壳而出，的确是五爪金龙，便即刻册封为皇太孙，享龙族气运。敖玉闻言脸上狂喜更甚，他竟当众生生拔下自己的心口逆鳞，目光灼灼看向我。浅月，待我儿出世，这片护心逆鳞便赠予你，你便是我东海名正言顺的太子妃。阿宁在身后担忧地看着我，树妹凑到我耳边：浅月，就算你孵化出龙蛋，但敖玉并非良配，你忘了前世他怎么对你的？我没有解释，只是死死看着敖玉小心翼翼将龙蛋放在祭台中央。众人屏气凝神，目光齐齐看向那颗龙蛋。龙蛋上面一小块蛋壳被顶开，伸出一只金色的爪子。人群彻底沸腾，是五爪金龙，天佑龙族，天佑龙族！敖玉激动得浑身发抖，搂着我的手收紧，眼中是无法掩饰的野心和狂喜。就连阿宁和树妹都抱在一起喜极而泣。我们这辈子终于不用死了。一直静观其变的朱雀神君站起身，笑着朝龙王道喜。龙族子嗣绵延，此乃四海幸事。本君这便回返天庭，禀明陛下，为龙族请功。整个东海沉浸在一片喜悦中，突然天空阴云密布，电闪雷鸣，一声炸雷响起，祭台上的龙蛋咔嚓一声全部裂开，所有人都停了声音，死死盯着龙蛋，都想第一个目睹金龙的诞生。祭台周围死一般的寂静，紧接着里面的东西慢慢爬出来，完完整整出现在众人面前，所有人都张大了嘴，不敢置信看着眼前的情景。只见那祭台上破壳而出的龙子彻底暴露在众人面前，通体漆黑，唯有最初伸出来的那只爪子是金色的，头顶没有象征龙族的标志性犄角，只有2个丑陋的肉瘤，是只魔蛟。众人惊恐，齐齐后退。怎么可能？金龙太子怎么会生出魔蛟？龙王脸上的笑凝固，脸色阴沉，始终的淡然的朱雀神君也一脸凝重。敖玉脸上的狂喜和激动散去，只剩难以置信和惊恐。他扑到祭台上，疯狂翻捡着蛋壳碎片。不对，不对，这不是我的孩子，这不是……阿宁惊吓的捂着嘴。浅月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和太子的孩子怎么会是这种东西？树妹强作镇定望着我，是不是哪里出错了？是龙蛋被调包了？可如果龙蛋是错的，你怎么可能孵化出它？我紧紧攥着手心，指甲深深陷入皮肉，亲眼看到魔蛟出世，一直七上八下的心境奇迹般平静下来。猜想被应验，原来前3是我们3个的惨死，根源竟在这里。我淡淡道：那枚龙蛋的确是我生的龙蛋，没有被调包。敖玉终于冷静下来，面色阴沉，转头看向我：浅月，我待你不薄，你为何要红杏出墙背叛我？说，那个奸夫到底是谁？是哪个卑贱的魔物，让你生下这等孽种？我迎着他杀人般的目光平静开口：
太子殿下，这枚龙蛋是你亲手交到我手中，自我进入洞穴，洞口便被你设下结界封锁，外面更有龙族重兵层层把守，无人可进出，我如何有机会红杏出墙？阿宁虽然害怕，却还是鼓起勇气站出来为我作证。我可以作证，这10天连只苍蝇都没飞进去。树妹也坚定地站在我这边。浅月所言句句属实，结界与守卫皆是太子殿下亲自安排，怎会出错？可敖玉根本听不进去任何解释。我乃五爪金龙，你是九尾天狐，都是天地间至纯至高的血脉，如何能生出这等低贱污秽的魔蛟？你能孵化它，它定然是你的骨血。若非你与他人有染，作何解释？他一口咬定我背叛，将所有污水泼我身上。我知道单凭口舌之争无用，我转头向龙王和朱雀神君躬身行礼。听闻天庭有秘法，可验证血脉亲缘，滴血即可辨明真假，恳请上神主持公道，查验这魔蛟与我和太子殿下是否血脉相连。敖玉怒不可遏，打断我的话。放肆！孤乃东海太子，血脉尊贵无比，岂容你这水性杨花之辈随意质疑污蔑？你想验就验，将我龙族颜面置于何地？说完，他猛地张口，一团火焰直冲我而来。我刚刚孵化消耗巨大，身体虚弱，眼看就要被火焰打中，谁知阿宁想也不想，扑过来挡在我身前。他惨叫一声，整个人被火焰吞没，瞬间被打回原形，变成一条焦黑的小巴蛇。奄奄一息，我忍下心中悲痛，再次恳求朱雀上神。龙王站起身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：天庭秘法岂是儿戏？若要启动血脉验证，质疑者需先经历9981道天雷刑罚，方有资格。他面色阴沉，扫了我一眼。若验出的结果证明此蛟与吾儿敖玉无关，仅你这狐女要形神俱灭，整个青丘狐族都将被视为龙族死敌，四海追杀，永无宁日。狐女浅月，你敢拿整个青丘的命运来赌这一把吗？巨大的压力如山岳压下，看着地上蜷缩的阿宁，看着树妹担忧的眼神，我没有退缩。真相就在眼前，我必须揭穿他，我甘愿承受雷罚。可没想到树妹却先我一步跑上祭台。浅月，这次由我来。她嘴角含笑看着我，别误会，我还是很讨厌你，讨厌你的嫡女身份，讨厌你什么都压我一头。不过这次我姑且信你一次，希望你是对的。轰隆轰隆的雷声不绝于耳，树妹皮开肉绽，鲜血淋漓。到了最后，苦苦支撑的内丹甚至破裂。等最后一道天雷落下，树妹终于撑不住，变成满身伤痕的白虎，满腔的悲愤和难过几乎将我淹没。我红着眼重重跪在朱雀神君面前，求神君验血脉。朱雀神君手掐法诀，快速从我们3个身上取了3滴血，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，死死盯着3滴悬浮的血液。朱雀神君口中念念有词，众目睽睽之下，诡异的一幕发生了。在朱雀神君的法力催动下，魔蛟的血与敖玉的血竟然交融在一起。神君开口下了定论：血脉验证无误，此蛟却系敖玉太子亲生骨肉。人群炸开锅，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太子是金龙，怎么会生出魔蛟？传说只有身负魔族血脉，才会诞下这等秽物。各种惊疑、恐惧、猜测的目光在我和敖玉身上徘徊。敖玉愤怒不已，是这个贱人陷害我，一定是他不知从哪里弄来这魔蛟的野种，用狐族邪术调换了我的金龙蛋。有一些东海子民纷纷站出来支持他。那狐女抱着蛋来时，我们明明感受到纯正的金龙气息，做不了假。没错，当时他还问我们为何跪拜，我们跪的是蛋里纯正的龙威，蛋肯定是被调包了。质疑的声音此起彼伏。朱雀神君不满地看向我，狐女浅月，血脉验证虽显示敖玉为此蛟生父，但龙蛋气息前后不一，亦是事实。你若蓄意混淆东海龙族血脉，此罪足以牵连整个青丘。敖玉见势，眼中闪过一丝狠厉，死死掐住我的脖子。贱人，我对你那么好，你为何要如此害我？我的金龙蛋呢？你把它藏到哪里去了？我被他掐得眼前发黑，断断续续辩驳。我没换，问题是在你身上。放肆！敖玉猛地收紧手指。我血统纯正，整个东海能为我作证。龙族众人纷纷附和。敖玉彻底失去耐心。妖女浅月，不守妇道，勾结魔类，生下孽种，如今更想用这污秽血脉混淆视听，妄图断送我东海龙族万世基业，其心可诛，天地不容。为给东海一个交代，今日你若不说出金龙蛋的下落，我就烧死你。他抬手，掌心凝聚起炽热无比的龙炎，火焰翻腾，化作圆形的小巴蛇和树妹，眼中充满绝望和无力。这次再无人能救我。我闭上眼睛，心中一片冰冷。难道重来一次，我还是不能给自己和青丘证明吗？千钧一发之际，晴朗的
天空突然一声惊雷炸响，乌云汇聚，狂风大作，远远的一声龙吟撕破长空传来，虾兵蟹将吓得纷纷跪地抱着脑袋。敖玉疑惑地看着远方，龙王却激动地站起身，这是金龙的声音。所有人惊骇抬头，只见云层中一道璀璨夺目的金色光芒破开乌云疾驰而来，分明是一条神俊非凡的五爪金龙。东海子民跪倒一片，敖玉眼中狂喜，激动地朝空中五爪金龙伸出手，孩子，快到父王这里来。谁知那金龙只是冷漠地瞥了他一眼，巨大的龙尾带着劲风一扫，直接将毫无防备的敖玉掀了个趔趄。金龙转身悬停在我上空，张口喷下灵泉水，浇灭我身上的火焰。敖玉稳住身形，脸上闪过一丝尴尬和愠怒，但很快又被强压下去。看，这才是我的孩子，尊贵的金龙太子。被打回原形的小八蛇阿宁虚弱地抬起头，浅月，这是你的金龙宝宝吗？为什么不早点让他出来？重伤的庶妹艰难地喘着气。不对，当初他进洞时你我都看着呢，就带着那颗魔胶蛋，这颗金龙蛋是谁孵化的？敖玉双眼放光，再次朝金龙宝宝伸出手。金龙我儿，快告诉父王，是谁将你孵化出来的？你娘亲是谁？父王定将心口逆鳞赠予他，封他为尊贵的太子妃。金龙宝宝却对敖玉的话置若罔闻，他傲娇地甩了甩尾巴，庞大的身躯缩小成一条小金龙的模样，轻易地盘绕在我身边，用脑袋蹭了蹭我的手臂，一副守护的姿态。敖玉脸上彻底挂不住，恼羞成怒要教训金龙宝宝。就在这时，一道清冷的声音传来：谁敢动我的宝宝？人群分开，一个和我有几分相似的女子快步走过来，分明是我那早已嫁给敖玉叔兄的亲姐姐妍妃。那盘旋在我身边的小金龙欢快地鸣叫一声，摇着尾巴飞过去，亲热地盘绕在妍妃的怀中，还用脑袋蹭着她的脸颊。全场哗然，敖玉一脸震惊和难以置信：怎么会是你，妍妃？众人惊得目瞪口呆，八卦之火熊熊燃烧。天啊，金龙太子是妍妃所生，可妍妃不是早就嫁给了敖玉太子的叔兄敖润吗？若这金龙是敖玉太子的种，那岂不是叔嫂？龙王刚刚因为金龙而好转的脸色，瞬间阴沉的能滴出水来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敖玉脸上青红交错，眼神闪烁，突然转身朝着龙王跪下：父皇，事到如今，儿臣不敢再隐瞒，儿臣与妍妃早已两情相悦，私定终身。这金龙宝宝实乃我二人爱情结晶，求父皇开恩，解除妍妃与阿兄的灵气，成全儿臣与妍妃。他这番话无疑是坐实了这桩惊天丑闻，不少人露出鄙夷的神色。如果说此前我还对敖玉抱有一丝他有苦衷的幻想，此刻看着他为了掩盖更大的秘密，不希望我姐姐身上泼脏水，甚至编造出如此不堪的恋情，只觉恶心。敖玉说完想去拉妍妃的手，妍妃却猛地抬手，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扇在敖玉脸上。这一巴掌是替我妹妹浅月打的，她对你一片痴心，你却狼心狗肺，那般折磨羞辱她。敖玉捂着脸，眼中闪过一丝凶光，想开口辩解，妍妃根本不给他机会，反手又是狠狠一巴掌。这一巴掌是为我自己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污蔑我的清白？凭什么认为我会要你这个冒牌货？众人愕然，连龙王都瞳孔骤缩。敖玉眼中闪过一丝慌乱，他逼近妍妃，咬牙切齿，低声威胁：妍妃，我劝你识相点儿，好好配合我，否则我不介意送你们夫妻一起去见阎王。说完，他出手如电，给姐姐下了傀儡咒。敖玉强硬地搂过妍妃，人群中却突然响起一个愤怒的声音：太子殿下，这是想强我的妻子。敖玉的叔兄敖润无视敖玉难看的脸色，强硬地将妍妃拉回自己身边，随即转身跪在龙王面前：父王，这金龙宝宝是儿臣与妍妃的亲生骨肉。敖玉先跳出来：胡说八道！敖润，你不过是一条血脉低贱的黑龙，凭你也配生出五爪金龙，简直是天大的笑话。他转向龙王，急声辩解：父王，您千万别信他。龙王明显偏向敖玉：润儿，休得胡言！你自身是黑龙之躯，如何能诞下至尊金龙？莫要在此扰乱视听。看着眼前荒谬的一幕，我缓缓走出来。敖玉，你错了，真正血统杂糅的人从来都不是敖润，还是你敖玉。一语激起千层浪，敖玉满身杀气。浅月，你今日一而再再而三污蔑我，可知后果？若再敢胡言，我定叫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我不再看他，转身看向朱雀神君和龙王。我今日所言句句属实，此事关乎东海龙族血脉正统，关乎已故龙后清玉，更关乎在场所有被蒙蔽之人。难道二位不想知道为何尊贵的金龙太子会生出魔蛟？如我所说，有半句虚言，待真相大白后，要杀要剐，细听尊便。龙王缓缓闭上眼，随即张开。好，我就给你这个机会，若有半句假话，形神俱灭。我看向姐姐和敖润，朝他们点点头，然后转向众人，开始讲述那个被埋藏了数百年的秘密。数百年前，龙王有两位挚爱，龙后和鲛人贵妃，两位娘娘同时怀有身孕，并在同一天生产。原本龙后娘娘诞下的是血脉尊贵的五爪金龙，而鲛人贵妃生下的却是一条低贱的黑龙。鲛人贵妃心生毒计，
他利用鲛人族的禁忌换丹秘法，偷偷调换了2颗龙蛋的内丹，于是龙后所生的金龙变成了黑龙，便是如今的敖闰；而贵妃所生的黑龙变成了金龙，便是如今的太子敖玉。龙王震怒，废黜龙后，改立贵妃为后，立敖玉为太子。此事隐秘，本应无人知晓，但换丹有一个无法掩盖的破绽，后代的血脉不会因换丹而改变，这意味着敖玉的孩子终究会显现他原本的黑龙血脉，而敖闰的孩子会是真正的金龙。所以当敖玉得知我姐姐妍妃诞下金龙蛋后，他慌了，于是他假装中魅毒，将我拖入房中，用鲛人秘法催使我一夜产蛋。他抱着我的蛋，偷偷换走了姐姐诞下的金龙蛋，他以为我与姐姐一母同胞，气息相近，或许能蒙骗龙蛋，即便孵化失败，也可将罪名推到我身上，而姐姐失去了真正的龙蛋，自然也无法孵出金龙，如此她窃取的地位便可永固。这就是为什么前3世无论我们3人谁去孵化那颗龙蛋，都注定失败。真相太过骇人听闻，众人久久回不过神。敖玉大叫：污蔑，全是污蔑！你污蔑我也就罢了，竟敢污蔑我已故的母后！请神君父皇立刻将这妖女处以极刑，打入18层地狱，永世不得超生。朱雀神君威严的目光落在我身上。你所述之事关乎重大，口说无凭，你可能拿出证据。我突然上前扯下敖玉的上衣，证据就在他身上。只见那敖玉的腹部有一道狰狞的烧伤，有见识广博的老侠叔惊呼：这是红莲业火造成的伤痕。红莲业火至阳至刚，但对真正的五爪金龙而言，乃是淬炼之火，绝不可能留下疤痕。我死死盯着敖玉惨白如纸的脸。这道疤是你在偷换龙蛋时被红莲业火结界所伤，因为你根本不是真正的金龙，所以这伤痕才会永不消退。当初我去找他时，闻到他身上有红莲业火烧灼后残留的异香，他骗我说是红莲花香，那时我便心生怀疑。后来我去找姐姐，虽然她在闭关，可我们自小有自己的联络方式，才发觉龙蛋被调换，金龙蛋对我有反应，是因为我们姐妹血脉同源。敖玉还想狡辩，朱雀神君站起身，掌心腾起一簇红莲业火。既然各执一词，不如便以这红莲业火为证，真正的金龙当无惧此火。敖闰看了一眼妍妃和我，平静坦然大步走向火焰，又毫发无伤走出来。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面无人色、浑身发抖的敖玉身上，他惊恐地看着那簇业火，步步后退。不，我是金龙太子。可他怕了，双腿发软，瘫倒在地。真相大白，敖玉被废去太子之位，抽离盗取的金龙内丹，打回原形，押入无尽海渊，永世受刑。敖闰被证明立为新的东海太子，而我因揭露真相有功，恳求龙王和朱雀神君饶恕了那条无辜的魔蛟。他被抽去可能为祸的灵根，变成一条懵懂的小黑蛇，随我和阿宁、庶妹返回青丘，青丘又恢复了往日的安宁和祥和。